今天我们一头扎进李白的《子夜40歌·秋歌》，好好瞅瞅大唐长安的秋天，到底藏着啥让人揪心的故事？先看原诗：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秋风吹不尽，总是玉关情。何日平胡虏，良人把远征。诗一开篇，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，李白大手一挥，就给咱整出个长安城的宏大场景。想象一下长安的秋夜，那月亮又大又圆，像个超大号的银盘子挂在夜空，把整个长安城照得亮堂堂的。再仔细听，家家户户都传来捣衣的声音，砰砰砰，这声音此起彼伏，交织成一首独特又有点哀伤的夜曲。为啥要捣衣呢？在古代，秋天一到，女人们就得把布帛放在针石上，用木棒使劲捶打，把布料捶得软软的，好拿来做冬衣。这捣衣声在安静的秋夜传得老远老远，每一下都像敲在人的心坎上。李白这视角太牛了，从天上那轮高悬的明月，一下子就落到人间的万户人家，这画面感简直绝了，直接就把咱们拉回到了那个秋意浓浓的长安。接着，秋风吹不尽，总是玉关情。秋风呼呼地吹个不停，可它怎么也吹不散女人们对远方丈夫的思念。玉门关那可是大唐的边疆，他们的丈夫大多都在那儿戍守边关呢。这秋风啊，吹落了树叶，带来了阵阵寒意，更吹起了女人们心底浓浓的牵挂。白天的时候，女人们忙忙碌碌，还能勉强把思念压一压，可一到晚上，秋风一吹，这思念的情绪就像决了堤的洪水，汹涌而出，根本挡都挡不住。李白可太懂这种相思的痛苦了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10个字，把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写得入木三分，让咱们都能感同身受。最后，何日平胡虏，良人把远征，女人们实在忍不住，大声发问了，到底啥时候才能把那些胡虏平定，让自己的丈夫结束远征，回家团聚呢？这一问，问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啊！战争这东西太残酷了，让多少好好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，让多少夫妻被迫分隔两地。李白在这里可不只是在写几个女人的思念，